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 Border 金刚目前组装的状态是就船身以及甲板这有开始在上色，然后开始在遮蔽甲板，准备喷有关于军舰灰的部分。那遮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影片会比较后面才上传。OK， 那在这段期间，我就收到了木一他所寄来的东西，这一套是 For Yamato 1945年的套件，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哦。然后另外还有有一位比利时跟我订那个扬言跟雪峰套件的朋友，我也会在这一两天就把那个木艺的套件给寄出。OK， 这是有包含了所谓的说明书的部分。他已经把所谓的炮管以及中间的类似闸门的这个东西都分开设计，所以跟一般的 3D 列印件会有点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闸门，然后这个就是它的127防空炮，有防盾的，可以看到很细致的，它把所有的栏杆都已经列印在上面。然后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类似铁卷门的这个设计它已经是做收纳的这个动作，就是已经打开的这个动作，所以看起来是相当的细致，而且你可以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层纹的，没有任何 3D 列印件的层纹，所以它的机子的精度越来越高，使用的材料也越来越好，所以才做出来几乎是跟塑胶射出的表面是一样的，可是它的旁边的这些铆钉就非常的细致，也很显眼，做起来很漂亮。然后它的炮管就放在旁边1、2、3、4、5、6、7，它每一组高射炮都会附上四根炮管，然后1、2、3、4、5、6，它给的数量是非常的足够的。那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给你的发射角度，你的射击角度应该是可以你自己去挑选，看一下它的内容物是长怎样。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在装炮管的这个地方偏向下面，或者是偏向最高的这个点，然后中间这个是在中间的，然后偏上一点点的，所以它就是很多角度它都已经有设计好给你，你只要把它直接炮管安装上去，然后再放到你的127高炮里面，就可以达到你预设的角度。那我是觉得这个在制作上的话，就可以避免说厂商他给你设定的是固定角度的。那如果你是要做战斗的画面的场景的话，这个东西它就很适合，而不会说你在做战斗画面的时候，结果你的127的高射炮都是统一的那个射击角度，那看起来就是有点不太对劲。好，那这个是旁边的有带防盾的96式的3连装的防空机枪。这一款里面它应该有的东西还蛮多的，除了这个3连装防空机枪，没有防盾的，
防空机枪，然后这个是有壳的，有一个保护壳在外面的。你可以看它的精度都非常的高，看起来是没有任何 3D 列印件会出现的沉纹，所以是相当的漂亮。那我等一下去拿 Verifier 的套件来比对一下，看它是给 Tamiya 使用的，还是给 Verifier 所使用的。因为就算都是 Yamato， 它经过不同厂商设计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就是没有防护盾的127防空炮，角度不可调，是固定的，它一体列印出来的所以它的设计角度是固定的因为全部都是黑色，所以我怕在镜头下的话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一些是所谓的弹药箱，也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是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机枪座，机枪座6个。哦，那它的单联装的防空机枪跑去哪里了？单装的，不知道是不是藏在旁边？哦，有，在最旁边。这边有一排单装防空机枪，单装的1、2、3、4、5、6，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剑桥上的双联装的，在这里，这也比较特别，然后它有附上另外2组的双联装防空机枪，所以这一套就是给大和号的防空系统所使用的套件。那它的测距仪的那一套目前还没有上市，所以只剩下所谓的 Bunker 跟 Bluefat， 可能这2家公司有这个产品。那就看木艺什么时候会上市所谓的测距仪的系统，因为测距仪的系统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产品。OK， 然后它有跟你说使用说明零件图，你要怎么使用总共有3种角度，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去做选择。然后你的安装的位置也都用颜色来帮你做区分，你该安装在什么地方。因为大和号的旁边的964 3联装的防空机枪，它其实有分成2种规格，甚至有不一样的。这个是单装的防空机枪，然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比较特殊的双联装防空机枪，安放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它的就做得非常的漂亮。OK， 好，然后我们再去拆看看我之前的测试的拍影片用的 Yamato， 它的防空系统能不能够拆得下来。这个是 Verifier 的防空系统，它拆开就直接是这个样子，然后只是插在 Verifier， 它有一个以塑胶件来讲，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角度也是可以调整的。好，
好，然后它有个所谓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快速移除支撑。应该是直接用扯的就可以把套件给拿下来。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最好是用剪钳或者是镊子拆，会比较保险一点。OK， 可以看到。炮管在这个地方，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观测的区域，里面是摆放望远镜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外面的所谓的铁卷门的设计的闸门是放在这里，这一块这一小块，这个也可以拆下来的。那它的移除方式，我觉得应该就还是用镊子好了，比较保险一点。好 ，OK， 这样就完全拆下来了。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拆下来之后，后面的这一些支撑移除的这些点，它所残留的东西是非常的细小的，甚至你拿镊子稍微拨一下，它就变得很平滑。OK， 好，然后整个是平面的设计，所以应该是直接摆上去就可以了。对，摆上去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点上所谓的快干胶，固定你的射击方位。然后在这之前，你要安装里面的炮管这些东西，去固定你的射角，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OK， 这个是给 Verifier 的大和号。然后我们再来看，如果我今天是装在 Tamiya 的大和号上了。这个是78025 Tamiya 的 Premium 的套件，就是最贵的那一套亚麻头。然后这个我把它给掰开了，把它拆能够移动，然后看 OK 好，把它拿下来。一样，直接摆上去就可以，而且尺寸是吻合的，所以只要它的船的设计是依照大和号的考证的尺寸的设计的话，这一些所谓的套件跟原始的尺寸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的，不会有所谓的吻合不吻合的这个问题。那这一套就是 Verifier 跟所谓的Tamiya 都可以使用。那 Border 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可能没那个必要去测试。那我就拿出 Border 的大和号来看一下好了。这一套是 Border 的Yamato，
好像粘死了，我看一下。怎么会这样？哇！我已经忘了 Boulder Yamato 它的底下的设计是什么设计，不知道是不是有固定的插销。或者是我是用粘的，应该不是用粘的。它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拿出同一套。我看了一下，好像尺寸有点点的问题啊。它并不像另外2家的大和号可以这么轻易的放进去，它会凸出来。前面的这个角是凸出来的，对，所以边境的大和号，我就觉得它的尺寸可能就有点不太对劲。看起来凸了一圈。OK。那如果我是拆中间的这一座的话，勉强可以使用，可是你会在旁边的这个要固定你的射击安全框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干涉。所以这就比较有点问题啊。他把它弹开了。对，所以以 Boulder 的大盒来讲的话，它的尺寸是跟Yamato 跟 Tamiya 跟 Verifier 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不建议你，如果是购买 Boulder 的大和号的话，就不建议去买这一套木艺的这一套。那 Boulder 的 Yamato 本来就已经不是很好的东西了，然后又加上没有其他合适的改装套件，所以它就在大盒里面变成了孤儿。没有人为它开发套件。哎呀 ，OK， 好，那这个就是木艺这一次寄给我的东西。那还有其他的产品，等我拆箱研究之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